中共北戴河会议内幕曝光，北京推出4大战略打击台湾，年底的9合1选举拉警报。中共顶级智库的重量级学者放话了，要对台湾不统而统。不统而统到底是什么呢？不统而统暴露了习近平哪些不能说的秘密呢？还有，您知道不统而统对台湾到底有什么致命的危害吗？大家好，我是唐浩。中共高层正在北戴河放暑假，也就是一边休假一边召开1年1度的北戴河会议。那今年北戴河会议的重点是什么呢？根据台湾国安单位掌握到的消息今年北戴河会议除了要讨论明年中共21大的准备工作之外，另一个核心重点就是台湾，主要针对台湾问题讨论2大战线，一条对美国，一条对台湾。针对美国的战线中共准备利用贸易采购的经济手段来拉拢川普政府，来阻断美国对台湾的新一轮军售案，并且进一步的孤立台湾。那针对台湾中共要求落实4大策略。第一，要反对台湾以武谋独，要反对台湾增加军事投资和扩大无人机的部署。第二要强化对台湾实质治理，要从法律上、心理上、国际上和军事上来全面斩断台湾的国际空间和主权存在。第三要整合资源来打击台独，要调动一切资源来争取台湾各界反对台独、支持统一。第四，要介入台湾年底的9合1选举，要把9合1选举看成是对台工作的关键成败，务必要给予台湾的爱国力量最大的支持。好，这4大策略说真的并没有太多的新意毕竟这些事情一直都在台湾发生着，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我认为有2件事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中共高调的下军令状，要求干预今年底的9合1选举，不但要全力支持所谓的爱国力量，还要把这次选举看成是对台工作的关键成败，那这是前所未见的。因此从现在到年底的选举结束之前台湾一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介选事件比方说网络空间认知战、假消息抹黑战、AI 捏造的影音攻击战，甚至是针对特定候选人来实施跨境镇压等等那各种光怪陆离的手段都很可能会倾巢而出。所以这次的9合1选举是全面观测中共最新介选伎俩的好时机。因为这次选举被中共认定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介选实验场。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是所谓的对台湾强化实质治理。那这句话说的是轻描淡写但是里面的水可深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刚刚在8月7号的时候提出了一套论述，叫做不统而统。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共不做军事进攻的武统，但是要通过其他方方面面的手段来逼统。其实不统而统这概念最早是在2018年就有一名学者李小兵提出了。他当时的定义是，两岸虽然还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但是因为互动非常的密切，就像是实际上统一了。然后朱卫东在今年6月又再次重提了这个词，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深入去解释这个词。那现在就在北戴河会议举办的当下，他正式说明了什么叫不统而统。那简单说，朱卫东认为两岸关系是非常的复杂，想要统一是急不得又慢不得，所以对台工作要避免统一急躁和消极等待这2种极端的现象。他主张两岸统一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战略准备，就是中共把自己做强做大，来巩固一个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基础。那第2个阶段叫做战略相持，就是中共利用统战、外交和军事等手段来阻挡外国介入，来争取台湾的民心，来塑造有利统一的台海局势。第3个阶段叫做战略决胜，就是当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条件不断成熟了，那中共掌握了推进统一的战略主动权，到时候再来根据形势来决定是用和谈或者是用武力来完成统一。
那朱卫东认为目前两岸呢正处于第2阶段的战略相持的后期，距离第3阶段的决胜统一已经是不远了。那用我的话讲呢，就是中共目前正在运用各种的手段来挡外国、孤台湾、诱民心，来营造更有利中共统一的最后布局。同时呢，也要让台湾在还没有正式统一之前，就渐渐的进入被统一的实质状态。好，那这套不统而统它的论述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朱卫东是中国社科院的台湾所所长，是中共对台政策的重要谋士。他敢2次公开提出这套论述呢，就意味着北京当局也认同这套说法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要求说要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其实就是呼应了不统而统，也说明了这是中共目前的对台路线图。因为呢，在中共的眼里虽然民进党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但是只要中华民国台湾存在一天，对北京来说就是不独而独。所以中共现在要搞个不统而统来反向对作。其次呢，不统而统其实透露了中共确实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来快速夺取台湾。毕竟习近平刚刚又整肃了6个高级将领，那中共的上将团已经几乎团灭了，只能靠中将来带兵了，这怎么打仗呢？所以只能够改用非军事手段来不统而统，也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还有不统而统呢，可以说是给习近平的21大连任开了一扇逃生门。毕竟习呢原本是想用统一台湾来作为资本，来交换21大的再次连任。但现在显然是没戏了，而且中共对台湾已经是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所以呢，不统而统这套软硬兼施呢，缓慢推进的手段呢，正好呢可以给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回旋空间。中共鼓吹不统而统，那具体会怎么做呢？其实手法可能会五花八门，但核心的目的呢，都是要围绕在让台湾主权内地化，让台湾的生活大陆化。所以呢，我认为不统而统的手段可能会集中在4个领域。第一个领域，灰色地带冲突，也就是利用非军事的手段来达成武力威吓的效果，同时呢，限缩台湾的主权空间。比方说，中共最近频频派出了海警船到台湾的东部去巡航，来侵犯台湾的主权，但是呢，台湾又没办法去强制驱赶。甚至呢，前几天中共还假借白海豚台风的名义，想要片面的管制台海的交通。那这些都是灰地冲突的伎俩。那目的呢，就是要营造中共实质控制了台湾和台海的新常态，也就是不统而统。第二个领域呢，是情感与身份认同。中共会通过亲共的媒体，还有抖音、小红书和 YouTube 等等的渠道呢，对台湾来大量直播各式各样的中国好、中国强大、中国先进的软性新闻和视频，来绕开两岸敏感的政治神经，来引导台湾人民对中国社会产生认同与向往，从而呢悄悄地转化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或者是松懈了戒备。第三个领域是生活与文化，中共会持续的扩大两岸的宗教交流、文化交流、教育交流和青少年交流等等的活动，来绕开台湾政府直接的对台湾民间升级统战，而且呢还会加大力度的输出各式各样的影视剧来吸引台湾人民。那目的呢，也是要引导台湾人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从而转化成对中共的认同。某种程度讲中共的将军没有能力打台湾，所以只能拜托粉底液将军来打了。不过呢，我们要强调我们可不是说你不能喜欢中国而是强调呢，你应该分清中国不等于中共，传统的中国不等于共产中国。但是呢，中共正在利用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来诱惑台湾人，甚至是诱惑全世界来认同北京的共产威权。那这是一种移花接木的统战骗术。第四个领域，第五纵队，中共会全面出动在台湾各行各业潜伏的间谍和代理人们，全方位的为中共宣传说好话，或者带人组团到中国大陆旅游，
同时煽动台湾人民对政治现况和社会现况的不满，从而引导台湾人民在心理上产生移情作用，误以为中共才是台湾的未来出路。当然，如果我们再往深入去看呢，会发现呢，中共这套不统儿统呢，其实还有2个细思极恐的地方。一个是呢，除了灰地冲突之外，不统儿统的手段几乎都是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滴水渗透，让人很容易接受，却又很难警觉。那另一个呢，是不统儿统正在无声的切割台湾社会，正在极尽的推进中共控制台湾的进程。我们过去讲过，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入侵呢，有一套5部曲模式，而不统儿统呢，正在实现这个5部曲。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第一步，制造恐惧 （fear）。中共通过频繁的军事挑衅和海警巡航，来营造中共是兵强马壮，台湾是很难抵挡的，从而呢恐吓台湾人民，来扑灭抵抗中共的意志和勇气。也就是用恐惧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步呢，怀柔欺骗 （deception）。中共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认知战以及5花8门的民间交流统战，来引导台湾人民反对台湾政府，转而认同中共、接受中共。但是呢，却看不见中共本质上是一个集权专政、残民遗臣的权贵诈骗集团。反而还认为台湾应该西瓜靠大边，被共产党统治也没什么不好的。第三步，分化社会 （division）。中共呢，通过前2步的恐惧和欺骗，拉拢了一批认同中共或者是愿意接纳中共的台湾人。那接着呢，就向其他还坚持反共的人来发难了，不择手段的攻击他们、诋毁他们，从而呢煽动台湾人民的内部分裂与彼此的仇恨。那今天的台湾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第4步，冲突斗争 conflict。当台湾人民出现极端的2元对立之后，中共就拿出看家本领阶级斗争，来煽动群众斗群众，来激化台湾的统独对立、政党对立，然后呢制造一些冲突事件，从而激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要斗倒或者是压制反对中共的一切声音。第5步，夺取控制 control。当台湾内部分出胜负之后，或者是打得2败俱伤之时呢，中共在趁虚而入，派军队进驻台湾，夺取台湾的政权，实现所谓的解放台湾。但是中共的解放呢，绝对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新的冲突和苦难的开始。那台湾人会失去的不只是民主、自由与人权，还会失去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还会失去生而为人的尊严。您想一想古今中外的共产党是不是都用类似的模式在搞入侵、搞解放呢？所以中共现在的不统儿统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军事武统无能，才被迫选择了统战长征，但实际上不统儿统呢，一样是对台湾的战争。中共的枪杆子不灵了，掏出了这把软刀子，要一刀一刀的切割台湾社会，分化台湾，最后呢，还是要吃下台湾。您说是不是呢？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想请教您2个问题您认为中共今年还会用哪些手段来干预台湾的选举呢？您认为台湾能不能挡住中共的不统儿统之战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您的想法。感谢您收看，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次再会。